欢迎回家。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一直抱着。那是悠悠送的，他说什么同居礼物、最强装备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打游戏用的吗？应该是的。最强装备，要不你装备一下？要不你装备一下吧，这个适合。我跟你讲啊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同居了，但是，你饿了？嗯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，我们去便利店买吧，我请客。好，这些都是在便利店买的。对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堪比米其林大厨啊？以后我就在家里给你做，你就只给我米其林餐厅一半的钱，划算吗？你说，钱跟我，你更爱哪一个？大概，可能 ，maybe， 应该是你。你在哪儿学的这些啊？我哥教我的呀，以前在家里经常做，因为方便嘛。味道也就一般吧。一般吗？不是吧？就提了一下我哥而已，突然气到离席了还？我看看，他哪儿了？笨蛋，都烫红了。好了，寿喜锅里要不要帮你加点醋啊？我看你挺喜欢吃的。不用，用吧。不用，用。不用。用的。以后住在一起了呢，你要是有什么不自在，就告诉我。又不是第一次住在一起了，有什么不自在的？当然，有了一次的经验呢，之后会做得更好。你给我的不是经验，那个叫魔鬼体验。那我们就把之前没有做好的、没有做完的都补上，好吗？
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心脏检测仪，戴上这个呢，睡觉的时候就能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有什么异常，它就会打给亲密联系人。亲密联系人应该是你吧？那我们2个人都有异常怎么办？那他就会打给医院。你心跳怎么这么快？没事吧？你不会是在想什么五光十色、少儿不宜的内容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想什么呢？能不能给你男人一点信任啊，郭安心小姐？那你以后能不能也多信任我，让我成为你安全感的来源，而不是这些？好，睡吧。安心，是谁啊？哦，那个你的快递我给你放在门口了。好，谢谢。什么快递呀，还要寄到家里来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误会才消说呢，说好的彼此的信任呢？哎，你说我们要买点什么类型的家具啊？安全系数最高的。应该买物美价最廉的。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双人大床啊？好啊。你干嘛呢，小矮子？我量尺寸呢。你不用量了，我是2个你。先生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我就给您开单子，您签字就好了。你挑喜欢的款式就好了，尺寸我都量完了。这款特别舒服，您跟太太一定会喜欢的。麻烦用最快的方式配送。懂，绝不耽误。开始吧。
的都不认真，都不虔诚。你得摇起来这猫，你不摇它招什么财？来那边。好，可以拜了。哦，真拜啊！啊，拜啊！终于弄好了。看到这一切，好像又回到了刚开始一样。只不过呢，没有小瘸子，也没有大蟑螂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让你安心的好男友。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求鱼啊，我说是这个人。不够明显吗？你啊，我？嗯，我有这么丑吗？拜托，多像你啊，缩在沙发上。求鱼多可爱啊，跟你一样，遇到危险就会把自己缩成一团。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啊。你手机怎么没设密码啊？要密码干嘛呀？万一哪天手机丢了，陌生人捡到，也知道打给谁啊？不设密码才危险呢，万一银行卡密码什么的泄露了怎么办？那你给我说一下吧。那你有什么幸运数字或者是喜欢的日期吗？那就0411吧。哦，好。顾老板，一会儿啊，不行，不是你听我说啊，我的意思是一会儿你见着甲方爸爸，可不要被惊喜冲昏了头脑。都是人嘛，未必他还有什么三头。你说的大公司，优贝啊，你说的大 boss，小林总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不是，我是怕你弃单避嫌啊。你这万一要是逃单了，那咱们这个月的业绩可就归零了。虽然说避嫌确实是有些作妖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这嫌真的是太大了。不行不行，赶紧走。顾老板，你说这来都来了，而且我已经替你打听过了，这个公司呢，知道你跟小林总关系的人屈指可数。真的？真的。所以啊，你就当是看在奶茶的份上，钱的份上。钱的份上，钱的份上，奶茶的份上，奶茶的份上。好冷，好绝情，好有魅力。更难得是，他始终如一，不爱笑，没有莺莺燕燕也就算了，居然连花枝招展男情敌都没有。末日先生何止是不近女色，他对雄性可是杀伐决断。到底是何方神圣能降服我们的冰山太子？他究竟在等谁呢？
生女人，原来是他，危险人物预警。林总，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啊！有机会的话，一定是要多多合作的。原来只是供应商啊！也是，你看他从上到下一无是处，化妆穿着充满瑕疵，情敌概率基本为负。我是被赵磊骗过来的，这次的工作不知道是跟你公司有关系的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次合作纯属巧合。是，这确实不是林总安排的。总而言之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也不想让别人说我的公司是走后门进来的，也不想你骗他们，明白了吗？谢谢你啊，林总。两位，明天请。哎，林总，克制一下。那要是克制不住呢？那就用心克制。哎，我们公司的特色是二次元，但是现在市面上，互联网公司跟二次元能够碰撞出火花的案例并不少见。就此这样的案例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。如果各位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做一些类比给大家供参考。袁总，其实这种小项目的签约你根本不用参与的。哦，我是来抽查一下你们市场部的工作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顾小姐，合同没问题了，预付款给到你们，咱们就可以按照计划正常进行了。啊，好的，期待我们合作哈。谢谢啊。等等，这位是顾总监吗？啊，是。你来一下我办公室吧，我有些理念要私下跟你传达一下。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林总对我们工作这么认真过。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做，不然与林总的为人，都得死。啊，抱歉，死不了。啊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一个女孩子叫到你办公室来，而且为什么不叫赵磊？顾总监，把门带上。干什么？顾小姐，我表现怎么样？你表现得很好，但是你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被发现了。你别喊啊！你要喊的话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克制不住了。什么克制不住了？你不要吓我！我什么都克制不住了。好了，没有人的时候你不用克制。回来了，我去给你把饭菜热一下。刚刚谁来过了？没有谁啊。是顾安生吧？你怎么？你都知道了，干嘛还问？我没告诉你是怕你生气。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
怎么，你哥不放心你来给我送温暖啊？不是，是我落在他家的东西，他给我送了过来。那不是有快递吗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安生只是我的哥哥，仅此而已。我今天真的已经很累了，好多工作要做，还给你准备了饭菜，不光没有表扬我，还跟我发脾气。这么快，这个赔礼小蛋糕就送来了？我可不像某些小坏蛋那么没良心。我才没有没良心呢。怎么了？遇到困难了？创作的时候遇到瓶颈期，其实很正常。所以你这个小蛋糕送来的很及时。慢慢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以后见你哥，不用瞒着我。不对，你还是别见他了。那我是见还是不见？总之，你不能瞒着我。好，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坦白局。有几件事情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请讲。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？萧一山。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他让我帮他追艾丽。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挂了！挂了！那挂了吧？哎呀，我腰受伤了，我还把厕所的门把手给拽下，我现在被关在厕所里面，要是马桶没办，孤独终老了呀！那你不应该打120-110养老中心吗？打给我干嘛呀？你心怎么这么狠呢你？我不是放你那儿一把备用钥匙吗？你把门把手再插上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。我试试啊。开了，我脑子短路了。不是1天2天了。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我这么惨，十分惨，特别惨啊！你的备用钥匙不应该给我，应该给你女朋友。我又何尝不想放在艾丽那儿呢？但是我现在怎么办？那去找你的艾丽啊。那，行，难得出了个好办法，好兄弟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啊，看完腰再给自己看看脑科啊，好好看看脑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晚上都笑眯眯的打电话，还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是因为嘲笑他？是。萧一山喜欢艾丽。不过他也挺不正常的，这种事情居然跑去找你。陷入爱情的有几个正常的？你骂我呢？你不要岔开话题。还有，我先告诉你啊，我不是有意的去窥探你的隐私，我只是帮你取快递。然后我拿到快递之后，我就不小心，我就瞄了一眼，就看到是顾仙儿给你寄的快递。我退回去了。所以里面是什么呀？鬼鬼祟祟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又不关心。早说嘛！早说我可以帮你打开看看呀。
那万一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多浪费啊，多不划算。既然跟你在一起了，那就要跟别的女人划清界限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门禁密码为什么是0411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啊？0411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小毛豆，我会来找你的。0411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想赢得受众的青睐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们。你还好吗？你确定你这样能做汇报？我很好啊，我又不是因为紧张。看出来了。我认为90后他们更需要能够接受这样。哎，干嘛？你醒醒啊！你挤的牙膏是我的洗面奶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设计挺好的。当然好啦，成双成对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师傅你就在这块停吧。这位乘客，你目的地还没到呢。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到啊！要是被人看到我们俩一起下车，不就破功了吗？你就在这儿放下，我自己能走过去。傻瓜，我送你到下个路口，好吗？想要赢得受众的青睐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们。我把受众的目标定在了独居的90后，因为我认为90后更加能够接受这样 Q 版的形象。我们可以借力让全新的形象推向我们的秋季市场，来巩固、来强化我们的主题，温馨陪伴，独一无二。品牌形象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意在商业用途和品牌宣传。但是现在这个设计跟我们New Way的新理念极其不符。用户定位是精准到位的，但是实际设计的这个形象有点过于低幼，恐怕难以契合New Way的时尚感。确实，这些备选概念形象切入点缺乏新鲜感，有同类企业同质化雷同趋势，受众接受和针对人群的理念传播力、到达率较弱。实在是抱歉，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。不过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的意见，我们都是会采纳的。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下一次能够反馈到很好的设计给大家。都发言完了吧？这次只是初次评定，了解了彼此的诉求之后，相信您方可以提供更好的设计方案。散会。等一下，请贵方的主要设计师留步。我有些意见要和你单独讨论一下。还好吗？不好。信息太多了，有点饱和，不过消化消化也能行。只是初次评定而已，还要看最终的汇报结果。你刚刚没看到他们的反应啊？没戏了。
还有时间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可以给你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，比如……我不想走后门，我现在只是一点点的状态，等我真的达到了终极状态的时候，会给你惊喜的。你好像很厉害的鸭子。对不起，林总，不发音交给你方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快走。好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平常心就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是活力值最充沛的一方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怎么办？画不出来。慢慢来，会有办法的。要不你再看看参考？要不你帮帮我吧？我？好，别动啊。我让你别动，你不要在后面偷偷的动。你把这些贴在画板上，不一样吗？粘在你身上，我更有灵感一些。行，就这样，别动啊。我就说嘛，还是得实地考察，具体的看到了企业文化之后，这样呢，我的设计才会更加的有真实感。看来这次你一定会很顺利的。我会加油的，你去忙你的就行。好，那把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对讲机，也是我们公司的特色。这是谁设计的？当然是林总了。有他的特色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好，有事找我。喂，对讲机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些？这哪里是公司啊，简直是凌月大型粉丝后援团。你是负责企业形象的设计师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到您工作了是吗？没有，听说你前几天被骂得挺惨的。没事儿，越挫越勇，很正常。哎，你可不要误会我们林总啊，我们林总可是我们 B2M、B2C 的偶像。什么 2M？ 这你别管，总之，我们林总真的是太有魅力了。林总做事情啊，总是雷厉风行，而且还很帅。那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谈恋爱了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单身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不是。请访客安心小姐来一趟公司茶水间。茶水间？艾丽找您。有人吗？怎么是你啊？我明明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
你下手这么重，你想谋杀亲夫啊？谁让你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？对不起啊。明明是你嘛，跟别的男生聊那么欢。New Way的总裁居然偷听别人讲话。那你男朋友随便搭讪，你着不着急啊？不是，我是怕他爱上你。有的人看起来冷如冰山，实际上背地里搞定了男女老少，让人怪不放心的。你吃醋了？哪有？哎呀，消气，别冲动。我们老板呢，刚认识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发现他能力还是很强，人还是很不错的，一定是误会，没事的。看来公司的安保系统该升级了。我明白，这次确实是我太冲动了。你有这样的老板，我也觉得你挺为难的，真的。会习惯的。忙去吧。怎么了？烫到了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来，疼吗？做好了啊？这要是你一个人住啊，肯定每天都要磕磕碰碰的。你这要是一个人住啊，可能还不如我。那就说明呢，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甲方建议你上好药，立刻休息。这么温暖惜才的甲方，真是让我有一种想要长期合作、保留住心动的感觉。好。哎，你不用泡我。这是甲方在履行保护乙方的责任。走，睡觉。成天画这些，它下饭吗？它又不香。它不光下饭，简直就是仙人下凡。哎呀，醒醒吧，这陪你吃饭过日子总得是活人吧？那也得王八眼里只有绿豆才行。眼前的绿豆也比天边的爱多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怎么，你种草那家店打折是不是？当然是设计稿完成了。哎，你看，
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只有我，他就关心 KPI 飞得高不高。哎呀，没有 KPI 哪来 RMB 啊？当当当当。这是什么形状？刺猬、老鼠、树懒。不对，这是本设计师亲自以 New Way 创始人为原型的祖籍大草原、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球鱼。哦，丑美的，还挺有意思的。那他怀里抱的那是什么呀？避孕棒。他们家 logo 呀。的确是很不走寻常路，很牛威了。果然是爱情的力量，朝夕相处才有不同的灵感。你要不说说有什么甜甜寓意？啊，对啊，这个品牌故事越多啊，这个品牌形象越有价值。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写。那，回来啦。等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新的形象设计吗？对啊。就是你说我长得像那个大乌龟还是什么？我好像没有说过你像大乌龟，这个是球鱼。哎，要不然你代表 New Way先试一下？不，我绝对不可能穿。哦。啊，你现在就像一个巨大的人形玩偶，可以把你放在公司门前做那个招财小神童。你确定就是这个了？怎么样？我无法客观的评价，因为你对我来说是不同的。放心吧，这回一定能行。正好，我给你拍个照看看。哎，下一个哦，不用想。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，还没完成呢。没完成都这么生动了，那我好期待成品啊！好希望他们原地结婚啊！也太羡慕这样的感情了吧？羡慕什么？找一个。这又不是想要就能有的。你努努力，说不定。拆不开这个。这怎么粘一起了？你笨死了！我卸加水呢。不，你别扯，疼。笨，轻轻的哦。哎，别动，笨。疼不疼？轻点啊，轻点。我们利用了明确的配饰，突出了5G 加物流一站式服务的新理念，发挥了网络资源的能力、物流协同的优势。大家往这边看，眼睛跟心脏的部位都做了特别的设计，安有不同功能的环境及身体安全监测器，是黑科技和奇特外观的一个结合产物。用眼睛去看，用心去体会，慢慢就会成为人们身边一个隐形的关心和陪伴。我给它取名为 Watch。它的寓意是注视和守护 ，Watching with you， 陪伴守护每一个你。想到这个主题，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一个人。最开始我总觉得应该是我去照顾他，我去保护他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慢慢的变成了我是那个被守护的人。在这个非常快消失的时光里面，我仍然能够感受到温度，感受到爱。谢谢大家。恭喜啊！这是 New Way 成立以来高管层第一次一致认可通过的提案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惊喜？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，那现在？现在什么？
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觉得他的气质不一般。所以闹了半天，刚刚在调情啊。我女朋友郭安心小姐为庆祝设计方案通过，请全公司人员喝奶茶。疯呀你！你公司那么多人，我破产了我得。没事啦，你请客，我付钱。笨蛋，你的钱不是钱吗？你刚才说的企业文化、善待员工的理念呢？那有的人他不爱喝甜的。好了，谢谢你为我们的设计那么努力。能跟喜欢的人做设计，超有成就感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跟悠悠他们去庆功了。你回来了？不是说了吗？让你潜水不用等我。也没有等太久。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啊？是不是你公司高层知道我是你女朋友之后，就后悔了？没有，他们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喜欢你的设计啊。辛苦了。哎呀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忘记拿资料了，顺便给你买了早餐。啊，我健身呢。我吵醒你了，安心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我就来了。我给你带了便当，要不要看看？嗯。酱。你做的这么可爱，我都舍不得吃了。你以后要是表现得好呢，我就给你奖励，
因为我有独家秘籍。从哪儿学的？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做这个互相奖励。那我以后天天都要吃这个。天天吃了有什么特别啊？我明明没有放醋，但是有的人呢，好像还吃了飞醋，为什么呢？不要不开心啦！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5G 加物流仓凌霄计划，看起来好高级，好便捷啊！它就是我成立 New Way 的初衷。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，可以用真正的科技便捷人们的生活和出行。你这个想法好棒！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，但如今它要发布了，我却有点紧张和不安。林远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，而你找到了目标在奋斗，而且做得这么的好，你就是幸运星本星啊！所以呢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大胆的做就好了，大不了我养你。那我就靠你养我了。好。林总，您看一下这个。我们顾氏集团正在重新考量 B2C 自营，同时我们也在重塑我们的物流自建价值进程中。我们与国内的多家知名企业形成了独家战略合作，率先在国内注册运行我们的5G 加物流仓业务，提出的安行计划将引领电商时代的新格局。这个安行计划，无论是从营销手段还是主要技术，都跟我们的凌霄计划如出一辙。凌霄计划那边有什么动向？大部分的投资商都已经开始撤资了。召开紧急会议，启动1级预警方案。顾总，安行计划发布以后，顾氏股票强势飙升，收盘涨超20%，咱们驿站也能跟着获益。他已经下了一步险棋了，就看接下来的成效能不能达到预期。截止昨天到今天，我们已经亏损了2个亿，我们旗下的公司20多家面临倒闭，目前形势比较紧张。这是我们的股票从2015年到现在的最低低谷期。刚接到大量分销商的大规模退单，包括王总在内，有很多投资方选择了撤资，连林氏集团的股价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。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都来了，看样子大事不妙啊！是啊，那一夜之间投资方撤资到10几个亿啊，现在股价暴跌，太可怕了。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者，这次是因为你针对凌霄计划的错误判断和风险管理不当，致公司出现重大损失，经集团董事会决定，暂时撤销你New Way的管理权。从公司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，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。会后，股东会有权限制你公司的邮箱、服务器权限、出入权限和工作内的移动数据。New Way还没有到无力回天的地步，你们就让我舍弃New Way自保，这是老爷子的指令吗？不，这是我们整个董事会的决定，而且我们是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，我们一致认为这是目前降低风险的最好办法。林总，舍小才能保全大局，不要因为一个New Way伤害到整个集团的利益。安心，安心，你快过来看，又怎么了？你家爱豆又被黑了？这次是你家爱的。这到底是谁干的？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先登一个小号给你下场反击。这么多的攻击，一篇一篇回是回不了的，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负面影响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黑子的源头和目的。那源头搞不好就是顾氏呗，毕竟现在林家倒台，他们是最大的受益方啊。林总，我们先回公司吧。
林总，我们快回公司了。回来了，辛苦了。你又等我到这么晚啊？好几天都没看到你了，想等你一起睡。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太忙了。最近公司是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太忙了。真的没有吗？你都瘦了一圈了。放心吧，真的没事。那你去泡个澡吧，早点睡。好。那源头搞不好就是故事呗，毕竟现在林家岛台他们是最大的受益方啊。艾哥，就在我们经常见的那家候鸟咖啡厅。嗯，好，到时候见。我们很久没有约出来见面了。哥，你真的在攻击妞卫吗？你是为了他才出来见我的？说实话，是的，我是很想搞垮妞卫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这么做？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人。安心，我不要你这种相信，你这种相信已经让我痛苦太久了。我只想要你回来我身边，好吗？林月已经撑不了多久了，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哥，这是两码事。林月她就算是一无所有，我还是会一直陪着她的。难道我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吗？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我最亲近的亲人，我的哥哥，仅此而已。不要再跟林月斗了。安心，落子无悔。林月现在的局面只能怪他自己判断失误，怪不得别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最后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我走了。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，只要他需要你，你就会不顾一切的跑过去，是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需要你？对不起啊，哥，我现在有点懵，我们都冷静一下吧。为什么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啊？我不能给你幸福啊！我也警告你，安心是我的女人，我来负责。凌月，因为现在的局面完全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。我知道你输了不好受，但我万万没想到你会让安心出来跟我谈。安心真的去找你了？不用跟我装傻。凌月，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来对付你，你赢不了。
我是顾安心的哥哥。你还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在我2个妹妹之间摇摆不定吗？哥，走。你别。这位林总，口口声声说要见你，是无中生有还是欲盖弥彰？你自己心里清楚的很吗？你再让他受伤一次，我会把他抢回来。下面到了此次电商峰会的高潮，让我们请出刚刚推出安行计划的顾氏集团 CEO 顾安生先生为我们介绍这个计划。诸位，相信已经在各大媒体上看到了有关我们安行计划的一切。关于这个项目的优势和特点，我就不在此赘述。我现在能说的只是，留给大家的投资空间已经不大了。很快，顾氏集团就会成为国内电商品牌里最大的公司。顾总好大的口气啊！明月，他怎么来了？这次风波让因为岌岌可危，可是看他不像一回戏的样子，还有什么反转？小顾总，果然和顾氏集团一贯以来沉闷的风格大相径庭，佩服。别担心，我今天来是觉得 New Way 的创新理念和顾氏5G 物流仓规划如出一辙。我们 New Way 将会全力支持顾氏集团的安行计划，并展开线上和线下的全方位合作。请问林总，你的意思是 New Way 会放弃自己正在开发的5G 加项目，而投资顾氏旗下的同类型项目吗？之前传闻说 New Way 会起诉顾氏，因为顾氏的安行计划涉嫌侵权到 New Way 的未公布项目。那些都是传闻而已，你们媒体应该最清楚。你们记住，在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。我非常看好顾氏的安行计划，New Way会全力支持。连林氏集团看上的项目，肯定前途无量啊。不过，如果想抢这块份子的话，一定要找回步伐。绿月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论玩花样，顾总才是高手吧？既然失败了，体面离场不好吗？你这个样子，不会搞得你自己很难堪吗？最终的结果都还没出来，顾总就宣布自己是胜利者，这未免也太早了吧？难不成你还有什么可以力挽狂澜的方法？你怎么知道我不能？况且，即使New Way败了，也是光明磊落，而你只不过是巧立名目、更名换姓而已。抢先发布本属于New Way的凌霄计划，就连关键技术的合作方都一模一样。抢在New Way技术发布之前做这些事情，顾总的确考虑周全。哎，保持微笑，这么多媒体拍着呢。放心，只要有和我合作的意向，大把人会相信你的故事的。抢，这个词更适合林总你吧。别以为没什么是你林月抢不走的。如果当初我先对安心表达心意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提安心。如果你觉得安心对你的拒绝是因为你晚来了一步的话，那你也太侮辱安心了。你根本就不配拥有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，我都不会因为迟来一步败给你。
属于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打回来。那你得加快速度了，否则接下来的一切，你不一定能承受得起。奉陪到底啊！刘总，就没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当初您跟我提案这个5G 加物流仓的时候，您好像没跟我说这是 New Way 的项目。林总，您为什么不直接跟媒体说顾氏偷了我们的计划呢？我们还没有宣布过这个计划，官司会很难打。顾氏还没有进入融资，就算坐实了他侵权，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打击。那看来您是已经知道该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打击了。你还记得负责凌霄计划高频段通信技术的雪飞科技吗？记得，当时我们想出高价购买他们的技术，但是一直都没有谈妥。没错，他之所以一直不肯把技术卖给我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卖。他是一个把自己技术产权看得很重的人，绝对不会卖给任何人。所以顾氏不可能这么快地说服对方，并且启动方案，除非顾安生不知道这项技术属于雪飞。对，刘总想要在短时间内促成安行计划，就一定要向顾安生隐瞒雪飞的情况。林月威胁不了我们，你只需要去迎接将来丰厚的回报就好了嘛。我们顾氏集团只不过想稳求发展，不想四处树敌，更不想引火烧身啊。顾总，我保证，顾氏集团一定是最大的赢家。现在New Way出面支持，肯定会引起雪飞关注。雪飞用专利去起诉顾氏集团，说他们盗取商业机密。到那时候，顾氏不想被做空都难了。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只是不想再让他有还手的机会。顾总，电商峰会后呢，我们收到了很多投资商的洽谈意向，他们都希望和我们合作。这么快？他们都是看到了安行计划的前景。好，你安排一下吧，我亲自见。好的。喂，顾总，不好了，安行计划中的一项技术涉及侵权，昨晚相关的公司已经发起了诉讼，而且今早媒体的报道已经出来了，网上还出现了相关的帖证，感觉是一个有预谋的连锁行为。技术侵权？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按照计划推行不应该出问题才对啊。刘总现在在哪儿？我们一直联系不到他，投资人在会议室闹着要撤资，可是这笔钱已经投入生产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等我到了再说吧。我现在就来。凭借安行计划一日风光的顾氏集团，今天因技术设计造假，股市跌停，并因接连爆出欺诈消费者、货源把关漏洞、质量和安全隐患问题陷入危机。顾总，对方公司拿出相关资料指出，安行计划存在大量的技术盗取，还指控顾氏集团剽窃他们的创意。你可以回答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吗？顾氏集团的股价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产生了大幅度的缩水，这是否意味着顾氏集团将从这次的危机中难以抽身呢？那投资者投入的那些钱怎么办呢？是啊，顾总。顾总，你回答一下。顾总，顾氏集团有收到律师函吗？顾总，请回答一下，顾总，顾氏集团将如何面对？我哥呢？媒体记者跟投资方都围在公司门口，要求顾氏赔偿他们的投资。现在顾总只能住在酒店里，没办法公开露面。快点来，顾总可以出来回应一下。快点拍照！顾氏集团对我们有什么不关？快点，请您回答一下。哎呀，快点拍！林总，顾氏那边已经连续跌停了5个工作日，是否需要继续跟进？继续。明白。
回来了。这段时间太忙了，都没怎么回家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这段时间怎么会这么忙啊？公司有什么事情吗？还行吧，差不多都忙完了。那你的凌霄计划呢？现在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进展还算顺利。没了？怎么了？到现在你还要瞒着我？顾仙儿来找我了，要不是因为她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么僵。这是商场上常有的竞争，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。可是你可以告诉我啊。我不想让你担心吗？我可以为你担心啊，我愿意为你担心啊。如果每一次你的无助、你的困难，我都要从第二个人的嘴里知道，那我是你的什么？因为这一次站在对面的是顾安生。我就知道你在意的是这个。我怎么能不在意啊？对于你现在质问我，对于你开始袒护他，我怎么能不在意？顾安生这是自作自受，是他来先惹我的。林月，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凭我跟他认识相处这么多年。是，你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是我比不了。所以你觉得我问你这些是为了维护他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不就是听信了别人的话在心疼他吗？如果我们两个相处了这么久，到现在我们中间还隔着一个别人，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的话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你要这么想，我无话可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觉得我不会这么做？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人啊。那你得加快速度了，否则接下来的一切，你不一定能承受得起。顾总，对方公司拿出相关资料指出，安行计划存在大量的技术盗版。不能拍，不能拍，让开。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最后变成一个你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找到我的。那亲吻的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就是当年林芳的一个恶作剧，都是误会。那以后我要是再看到那样的照片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都不会再有了。还笑得出来？都被人关起来了还笑？我是在笑刚才有人宣示主权的样子。对啊，我都宣誓主权了，那你这辈子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了。所以你这块领地不能被任何人分割，你心里呢也只能有我一个人，明白了吗？这么霸道啊？那必须的。好，遵命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出这么多汗啊？啊？做噩梦了吗？我带你出去走走吧。
下面还有更多好玩的，去看看吧。走。下面有沙。哎，干嘛呢？这区域休整，没看见吗？我们已经买了门票了。买门票也进不去，下个月吧。啊，进不去。走吧。走了。哎，干嘛呀？抱我！进来。欢迎来到坏孩子的世界，走。谁啊？邪门了。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带你来这儿吗？你跟我哥之间的争斗，提醒了我，我们都是受过伤的小孩，伤口虽然会好，但是疤痕却不会掉。但是呢，只要我们不把恐惧当回事，回忆再也吞噬不了我们。就像今天，危险系数都给忽略掉了，你就可以享受其中。对不对？我总是想消除环境给我带来的危险，却忽略了潜在着的最大不安一直都在我心里。安心，谢谢你，让我亲身体会到，人的处境是来源于他自己的抉择。我需要的不是围栏，是走出安全区。放心吧，没问题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那就拜托你了。哦，魔鬼鱼，快！魔鬼鱼，对着魔鬼鱼许愿就可以成真了。真的确有其事吗？对啊，我刚刚想的。好多字都看不清了。我来帮你看看。才知道，他这么强颜欢笑，是为了不影响我。如果他没有遇到我爸爸，会不会没有这么难过？会不会过得开心一点？至少这上面发自内心的笑容是不会骗人的。阿姨曾经幸福过，至少你们有彼此，有过回忆啊。我以后尽量不把工作带回家，多陪陪你。那怎么行？你要好好工作，
不是有句话说，认真工作的男人总是发光的，让人心动吗？要是你还能多一点温柔之光，就更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不只是对我，对身边的人都要这样。比如艾丽，比如萧一山，比如萧一山。萧一山就算了吧，他自己就是个发电机。Hello， 想要跟小爱一起共进晚餐吗？抱歉，稍等一下。今天不太方便，改天吧。哎，你看我提了这么多诚意满满的东西，你不会忍心把我关在门外吧？我今天还有工作要忙。喂，林总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。下班时间不准骚扰员工。你跟萧一山在一起啊？不好意思，林总，其实是不打扰你们了。你看这个房间啊，真是别致啊！都怪凌月，让你这么累，都没有时间整理房间了。你快回房工作吧，交给我，给我半个小时，我还你新世界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厉害？我上次来你家就觉得空空荡荡，所以这次来呢，我就带了小爱的豪宅，还有解压神器，顺便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厨艺，还买了一套餐具，都送你了。我不在家开火的，用不着2套餐具。那我不就是可以常来了吗？你别动手动脚的。我不太适应跟别人有过于亲密的身体接触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跟我见什么外？你不要总这样，再这样下去我会残废的。还好我是医生，可以自救。吃饭。尝尝吧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好吃？我只是不想浪费食物而已。你上回说你不喜欢拳击，那你喜欢什么？不喜欢什么呀？啊？我喜欢上班，不喜欢下班。啊？都是凌月这个奸商，正常人谁喜欢上班啊？那你就没有什么私生活的朋友圈什么吗？我不太擅长交际。那你家里人呢？我家人都在外地，而且现在也没什么亲戚。这不家里正好缺一个我来照顾你吗？其实，上次我扭到腰之后，你来照顾我，我的脑海里边过了很多画面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是不是2个人的生活要比1个人美妙的多？所以，你愿意让我走进你的生活，让我一直陪着你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？对不起，
好了，可以了，停手！别说什么别爱我、没结果这种话。你都没去做，你怎么可以否认它呢？没事，我等你。吃饭。回头你跟隔壁还是按咱们之间的价格聊，辛苦你了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。辛苦辛苦啊！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走了。回头把这两边都打通，咱们工作室也能扩充点面积。你干嘛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我这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面，都是对你自恋的顶礼膜拜。注意用词啊，不是自恋，是才华横溢。看出来是要做小老板的人了，说话都一套一套的。那是。悠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陪我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做都没有做的事情，真的。哦。晚上又要陪大客户吃饭。啊？那我陪你去吧，你别晚点喝多，人又难受，满地打滚的。不用，我不想你喝酒，就在家等着数钱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把这个拿去吧，苹果醋。必要的时候还来拿这个以假乱真一下。放心，都能行。但是我不想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想陪你看完流星再走。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可爱了呢？真的吗？天文专家介绍，今年流星雨将于北京时间18至22时30分前后迎来罕见的上升流景观，每小时顶流在100颗左右。这流星不都是下降的？怎么这颗流星还上升了？什么叫上升流星啊？确实罕见。阿丽，这是不是骚扰电话呀？要是的话，我帮你接吧。这夺命连环 call 啊，一直在打。是肖一山。他惹你生气了？只是工作期间我不方便接电话。现在也不算工作吧，还是可以接的。主要是，只要一接电话，他就会。他就什么？只要他接了，他就会没完没了。他那个人你们也知道的，话说的特别多，但都没重点。他这是喜欢你才会黏你的。上一个他这么黏的人是林月。深受其害啊！他这个人嘛，最怕什么空虚寂寞，而且还很执着。阿丽，你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多陪陪他。不能的，我不能分心。我的工作是保护你们的安全。可是这是你自己的幸福，你要把握住的。我是想在这里能做一个小屏幕，还有一些榻榻米什么的，就是大家可以在一起休息的。然后你得帮我量一下，大概这个沙发需要多大，或者屏幕需要多大。谢谢。行。艾丽，你真的不用一直跟着我的。林总吩咐过了，您公司装修，怕你有危险。他最近就是工作太忙了，一根神经一直绷着，要不你回去陪陪他吧。不行，林总会骂我的。骂你？那你就打他嘛！你身手这么好，还怕打不过他吗？您别这么说，要是没有林总，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了。其实我之前就觉得你们有故事，但我也没好意思问。今天说说。
个壮汉，可是我们这里最厉害的打手了，他绝对能保证你的安全的。好，给你推荐的没错啊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啊？别说这个月工资了，你的口粮也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！我选他做保镖。这个你可要考虑好了，我这里比他厉害的人太多了。你以后就跟我吧。哼，14号，没想到还真是傻人有傻福啊。他不叫14号，他是艾莉。要是林总当初没把我从那个像斗兽场一样的地方带回来，可能我今天早就已经死了吧。其实你的心情我真的特别能理解，有些伤疤是没有办法彻底消失的。当你心里越能感受到美好的时候，就会越担心失去，所以就会下意识的逃避。保持距离，不敢确认对方心情的那份心意，其实是因为珍惜，对吧？阿丽，我在遇到李月之前，也真的没有奢求过能像现在这么快乐，这么幸福。其实接纳一个人并没有这么难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我要送林总应酬。我在跟林总谈生意，我在帮林总处理公务。他是不是雇了个机器人给你回复啊？线上极致残忍，线下残忍至极。其实啊，你们现在这个情感阶段已经不需要再试探了，你只需要给他一个准确无疑的答复，让他消除内心的疑虑还有担忧。再给他一个属于他一个人的仪式感，这样的话，他就知道他值得被爱。喂，安心，是你吗？我是雨果。雨果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你。我出国了一段时间。雨果，你过得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想跟你见一面，你可以过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很担心你啊。我想单独见你最后一面。雨果，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！你等我。喂，安心小姐，让雨果找个偏僻的废弃楼把安心藏起来，一定要看好他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安生。还有，
等林月找上门来，你们拿到需要的东西之后，让他们俩合情合理消失一阵子，处理得干净一点。林总，接下来的股东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国外的投资方已经提前到了。通知一下，会议推迟。安心，安心，安心，安心。安心在哪儿？叫他过来。安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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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心在哪儿？林少爷，我们在这儿呢。林月，别过来！你快走，别过来！快走，走啊！你别伤害他，任何条件你提。林少爷，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，看看。你就为了这个，签了？不能签，林月，不能签。你别过来！少他妈废话，赶紧给我签了！好，我签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林月，小心！
好，我知道了，把地址发过来。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会儿就有事儿了。雨果，你知道你这是犯法的行为吗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没事。太好了，我收工了。接下来，报仇报怨，随你。他俩怎么办？只要一把火，伪装成情侣纷争造成的他杀，这一切都会变成一片漆黑、见不得光的秘密。你不是恨这个女人吗？机会来了，可别错过。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雨果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如果当时不是你把我推下去，我会这样。不是这样的，当年导致你出事故的不是因为坠落，是因为阿普唑仑。你误食了阿普唑仑药物才会这样的。我有鉴定报告可以给你看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雨果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都没有证据，死到临头了，你有证据了。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对不对？雨果，你能不能放了他？你放了他，他是无辜的，你赶紧放了他，我求求你！他无辜，我不无辜吗？你知道这些年康复我多么的艰难吗？想到你这么没皮没脸的活着，我就恨。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天然气已经泄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儿。我虽然死，也得拉上你俩。没事儿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明月已经上钩了，我们半个小时后在那里见面。明月，之前见他来过几次，估计是集团里谁遇上麻烦，找他来解决来了。跟着他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来的及时吗？哎，刚那一下像不像个超级英雄？谢谢你啊，哥。歇会儿，又不是来救你，是只有我能欺负你，别人都不行。那你以后就对你弟弟好一点，不要算计他了。那事儿真是误会我了，我是本来想干点什么来着，谁知道那两个笨蛋连车门都没打开，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怎么换路了？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别急，等着我下回赶着他们。
不是你。林总出事那天，我们在停车场的监控里碰巧您的车也在呢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都不知道我车里面有这种东西。林胜，不可能！之前周年庆的那个合作方案透露给顾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咱们林氏里面就有内鬼。还有前段时间挑起牛卫跟顾氏集团的那个风波，也只有内部人员才能够把凌霄计划书泄露给刘总。刚才我签那个协议书里面，虽然隐去了受赠人的姓名，但是有咱爸的公章。公章一直在家里的保险箱里，也就只有林胜可以取出来，也只有他手上能同时拥有合作方案和凌霄计划案。是。他最近是经常和股东还有各大部门经理在一起。这次阿伦拐走了安心，要求我签股权转让。我想，这件事情跟他肯定有关系。安心，哥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醒了。雨果，怎么样？说说吧，懂我是谁？你杀了我啊！雨果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们刚才都被关在里面了，天然气也泄漏了。如果不是林芳来的话，我们都已经死在里面了。不可能，他不会的。雨果。你说的那个人，名字叫杨红吧？儿子，别怕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亲人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照顾好你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我是在替安心赎罪，她是我的养女，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。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别责怪自己。错的是那个害你的人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所以你早就有所察觉，对吗？我之前看我妈的账本，她一直在给一个叫雨果的人稳定的转账，我就有所怀疑了。所以又可以逼凌月签了股权转让书，又可以把你们除了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转让书，转给谁啊？林胜。我妈已经把心儿跟林胜的婚礼提上日程了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证他们，贸然阻止他们对我们更不利。你们回去，就当我们真死了。我会暗中派人搜集证据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还能争取到点时间。说吧，需要哥帮你什么？安顿雨果，把后续的事情处理一下，务必让假死成真。嗯，我想办法。林总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失职，让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。你不用自责。如果他们笃定要杀人灭口，置我们于死地，一计不成，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。一会儿你们就先回去吧，配合我们演一出戏。那我要是走了的话，您的安全谁能保证？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让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死了。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。
给你的小脑瓜来这么一下，没有出现脑震荡和颅内出血就不错了。你们来的时候确定没有被发现吗？我们来的时候呀，又是坐车又是坐船，这么偏僻的地方谁能跟来呀？而且艾丽和武哥已经确认过了，确实没人跟踪。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绑架是杨红跟林胜密谋的。既然他们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假死给他们看。在此期间，我会找人收集杨红跟林胜的犯罪证据，雨果这边的情况也基本上掌握了，所以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是活着的。虽然事情8、9不离十，但是证据还不够，不能这么快下定论。你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我跟安心会在这待着，我大哥那边我也交代好了，他会骗过小生，自然的放出我们已经死了的消息。我爸那边就拜托你照顾了。放心吧。这个阿伦，可能比你们想象中更麻烦一点，因为施救他全家和培养他做坏事的是同一个人。死里逃生的这种人，会为了还恩情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。所以你们千万不可轻敌，万事小心。谢谢。还有没有话语权？这太坏了！你说我们也都是公司的老可怎么办呢？这要他能走出去，就是。哎，林岳总怎么会把股份转让给他呢？太不应该了！这公司不能这么折腾。对呀，现在他手里能行吗？各位，按照集团的规定，谁拥有的股份最多，谁就担任集团的董事长。目前盛总已经拥有30%的股份，毫无疑问排在了第1位。按照董事会的决议，盛总将成为林氏集团新一任的董事长。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辈、长辈。林氏年轻，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，共创我们林氏的新未来。大哥，看你最近越来越帅啊！这穿的，大哥谬赞了。要是二哥在就好了。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即便他是养子，我还是觉得有点难过。哎，你提他干嘛呀？正好上咱们俩了。大哥放心，人难分好坏，但分内外。以后集团啊，一定有你的位置。嗨，大哥清楚，自己这能力不行，问题不少。但是吧，你想想，大哥这岁数也老大不小了，我这事业要再不成，咱爸不得给我扫地出门啊？你现在行了，那你是不是得帮我拿？大哥不用这么说，大哥向来如是。小兔崽子，不知道你大哥做事只分好坏不分内外吗？真把自己当总裁了。
我为什么是这样的？你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这样？就是一直都是。真的很难以想象，我能放下New Way，放下一切，像现在这样做个闲人。所以你就应该好好享受这一天啊。这个叫做险中求胜。你说，林胜真的会相信我们死了吗？他虽然年纪最小，但是他能够隐瞒这么久，说明他的心机和城府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深。林峰的话，他只会信一半，另一半他自己会去核实的。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我们安心的日子也没有几天。那至少我们这次不是一个人啊。对啊，我们在一起。你还挺会接话的嘛，嗯？这不是五哥的超市吗？对啊。你不是说你在家里面待着无聊吗？我跟五哥商量好了，给你准备了一个私人的购物时间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选点吃的带回家。走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出啊！啊！对，到了，火锅底料。那边呢？你给我看看，啊，就是这个。怎么了？明天就过期了，还有1个小时就到明天了。我们回家的话得半个小时。今晚吃不了火锅了，但我今天就想吃火锅。开动啦！好。不用加那么多，谢谢。没有肉了，我再去拿一点。我来喽！我忘记拿微醺了。哦，我去拿。哇！干杯！干杯！要不吃点水果吧？早有准备。